杨紫的《长相思》太好看了，班级的面拍也很惊艳，预计7月上线。众所周知，大多数平台都会为最有潜力的剧集保留最佳档期，但是大部分好剧都是一起上线的。此前，迪丽热巴主演的《公诉人》刚刚上线，紧接着肖战主演的《梦中的海》也在荥阳8人的黄金时段上映。这2部作品的首播成绩都是不错的，也为各大作品和平台争夺的暑期档去掉了2个强劲的对手。根据往年的惯例，不难发现，各大平台选择在暑期播出的大多是古装或者仙侠剧。网传，今年3大平台主推的剧集有《长相思》《安乐传奇》和《吉祥七记》，都是开播前观众比较看好的作品，看最后谁夺冠还是挺让人期待的。此前一直有传言称《长相思》将在夏季开播，但各大营销号一致认为7月开播是史无前例的。而《长相思》剧组也前往《你好星期六》录制节目，现在综艺有了预热，作品也即将正式开播。《长相思》这部作品，无论是演员阵容还是剧情都非常精彩。杨紫主演的作品评分普遍不错，《长相思》中的4对 CP 线也各有魅力。股票论文照进现实。杨紫虽然因为最近的活动造型被不少网友吐槽，但是自从换了造型之后，她也拍了不少出圈造型。这身橘色连衣裙只能说没有之前那么惊艳了，整体状态还是不错的。广告中的状态比《长相思》综艺还要瘦一点，但每个状态下的杨紫都有独特的魅力。即便是在视频的截图中，身穿紫色古装的王姬逍遥依旧气色不俗，让人十分期待。其实动态视频很容易凸显出一个人外表的缺点，而杨紫面对镜头却大方地笑了。一身紫红色古装，额头顶着花溪，简直就是从唐宫里走出来的端庄美人，连眼睛都在放光。正面看的杨紫是个圆润优雅的美女，侧脸线条流畅，连颈部肌肉和锁骨的弧度都清晰可见，已经开始期待她在剧中的百变造型了故事片。即使在打闹镜头下，杨紫的表情管理和皮肤状态也让人惊叹。精致的五官，清晰的面部轮廓，谁不羡慕呢？她笑的时候，眼里满是柔情。完全没想到王姬逍遥是个古怪的姑娘。虽然杨紫的演技是《长相思》这部作品的最大看点之一，但剧中的男性角色也各有魅力。张晚怡饰演的男主轩轩和逍遥虽然是表亲，但他们互相依靠，互相扶持，有着超越爱情和亲情的微妙情感。最终成长为轩辕王的轩辕也是霸气十足。虽然他最终没能和逍遥白头到老，但是他做到了坐拥千里之的最高成就。谭健次饰演的香柳是《长相思》中最闭塞的角色，银发白衣，见识忘却。2人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但香柳在相处的过程中还是被逍遥感动，最终为了保护逍遥而死。杨紫的《长相思》太好看了，班级面拍也很惊艳，预计7月开拍。不是天生丽质，到头来只会自取其果，杨紫的红利还能持续多久？相信很多90后、00后都看过家庭伦理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恐怕很难想象几位年轻的主角长大后会成为观众心中炙手可热的明星。当初饰演夏雪的小童星杨紫，如今好作品不断，人气和资源都挡不住。小时候的杨紫看起来很可爱，但随着长大，杨紫的脸并没有变漂亮，反而往长残的方向发展。宋丹丹老师直接对杨紫说：“你长大了就别演了。”杨紫当时虽然明白自己的不足，但还是打算在娱乐圈走黑。偶像剧不适合，她就走真人剧路线。遗憾的是，接拍《战长沙》后，杨紫非但没有一战成名，反而成了众矢之的。长残是观众对她评价最多的。这时，杨紫审视自己的问题，开始逐渐改变画风，试图改造自己的脸。原本丰满大方的鼻子，渐渐变成了现在精致饱满的高鼻梁。圆嘟嘟的圆脸渐渐变成了立体的小 V 脸。原本就是村精的杨紫，也因为这些变化开始有了不错的资源，接连出演了几部大片，制作成了90后小花旦。面对如此明显的变化，杨紫称之为减肥女18变。说实话，如果人人都能变女18，就不会有丑女了。
对于他目前的状态，相信有美白注射、线雕隆鼻、微笑唇、面部吸脂等多种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医美帝后遗症会逐渐显现。首先，脸是僵硬的，慢慢的，下巴上的填充物就会移动。一旦脸上做出大表情，就很容易出现所谓老人家有斑的现象的发生。只能说，美女带来的红利诱惑太大了，哪怕后果再严重，她们也愿意承受。不是天生丽质，到头来只能自食其果。02，肖战的那片海有梦，有诗，有红白玫瑰。过去的时光总是很怀念。肖战的梦中的海和时间的碎片绑在一起之后，第一感觉就是这部剧从整体到细节都非常用心，该粗心大意的地方都非常随意。据说用心是从演员的表演到说服力到场景的设置，可见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影视剧虽然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这部电视剧显然是用心打磨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说是随性，是因为看着就会不自觉地融入其中，因为这部剧非常有生活感。演员们松懈的表演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沉浸在肖春生和童小梅交织着梦想和奋斗的青春里。作为整部剧的灵魂人物，肖战的演技出乎意料的好。刚开始看预告的时候，有人说肖战的长相太正了，演不出来那种调皮的感觉。但是看完正片，觉得肖战把这个角色演得很好。那种叛逆、自以为是、年少轻狂，是一个还没有真正踏入社会、还稚气未脱的年轻人的表现。有时我们甚至觉得很可笑，因为那时候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却不知道不仅在别人眼里，而且回想起来，我们都会感到尴尬。此时，肖春生的生活可谓是多姿多彩。有一个梦想，虽然不清晰，但虎父无犬子，他注定不是一个平庸之人。他将在挑战与超越中上演一场惊天动地的史诗级奋斗。有一首诗，肖春生吹口琴给女二听的那一段，真是感人至深，如沐春风。口琴淡出大众视线多年，看着肖春生用这件小巧而神奇的乐器弹奏出如此深情的歌曲，我心里只觉得别有一番滋味。有红玫瑰和白玫瑰，一朵热情奔放，一朵安静内敛，但没有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两个男人争一个女人的矫情情节。大家都很坦诚，喜欢不喜欢都会大胆说出来。当然，看这部剧我最喜欢的还是那种穿梭在回忆长廊的感觉。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喜欢逛古董市场，看着28根杠、缝纫机、彩绘的保温瓶、绿色的军用水壶、粮票，感觉很亲切，忍不住想去探一探它们背后的隐情。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故事的背后是一个或几个人悲欢离合的生活。观看梦中的大海，仿佛步入了那个天空无比清澈、阳光无比温暖的时代。肖春生家斑驳烟熏的砖墙，八仙桌上简单的饭菜，肖春生送给二女儿的五颜六色的护手霜，他和童小梅求知若渴，但在那个时代，一些书只能偷偷的读。当时的人们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们的厌恶，他们有什么不满，可以当面喊出来，也可以打架，拿帽子代表挑衅和蔑视。难怪身边很多老人边看边不断给年轻一代解释70、80年代的一些习惯。孟海为我们徐徐展开肖春生有梦、有诗、有红白玫瑰的诗意人生。在某个时刻，他的生命将被点亮、被照亮，以旺盛的生命力书写精彩的故事传奇。